哪里不舒服啊？我眼睛睁不开，整天想睡觉，无心工作，怎么办呢，医生？哦，这种症状每个人都有，工作日最常见。最近是不是没有休息好？是的，医生，我整晚都在被窝玩手机，全款买的2TB 帝王版新宇程 iPhone 17 Pro Max， 新增了更护眼的类地息调光，根本停不下来。这位先生，你的病情很严重啊！不但如此，这台手机每次响消息通知我都紧张的不得了，都怪这台手机扬声器太好了，搞得我有点神经衰弱。先生，我的建议是把手机挂到二手卖掉，很快就能自愈了哦。不行啊，第一批抢到手，这是全款买的2TB 帝王版新宇程 iPhone 17 Pro Max， 是我的幸运手机，卖不得哇！好，那我只能请精神科的同事帮忙治疗了。哇，又对，物理治疗半小时，不然那里不行。科技有温度，吐槽有风度，测评很鬼畜。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方的黑色科技，我是新来的师姐水水。今年苹果发布会的新品有不少看点，标准版 iPhone 挤爆牙膏 ，Pro 版 iPhone 改头换面。AirPods Pro 一款耳机居然支持实时翻译、心率检测和运动功能。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最新款的 iPhone 17 Pro Max， 它是苹果最旗舰的手机，它塞进了苹果最新的技术和看家本领。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对比上代的 iPhone 16 Pro Max 改进了什么地方，能不能像 iPhone 17标准版一样卖爆呢？苹果手机的外观设计从 iPhone 11 Pro Max 到16 Pro Max 都没太大的变化，左上角矩阵镜头成为固定样式，每年小修小改，换配色，让不少用户感到审美疲劳。这次 iPhone 17 Pro Max 终于用上了全新的设计，甚至有点脑洞大开。相机模组下方的磨砂玻璃后盖虽然是相近色，但有部分朋友还是接受不了，因为这个设计削弱了手机的一体感，特别是光线角度不对的时候，这个玻璃后盖还是挺突兀的。但仔细一看，玻璃后盖的阿角跟机身和摄像头遥相呼应，看起来稍微和谐一点，有一种丑丑的但又精心设计的感觉。思姐手上这台做工还可以，但右上角玻璃轻微凸起，摸上去刮指甲。橙色版本的 iPhone 17 Pro Max 比果粒橙深色一点，更接近芬达。相机这边，机身上半部分隆起了一大面积的平台，不过3颗摄像头的位置跟上代几乎一样，而为了平衡视觉重心，闪光灯和激光雷达就移到最右边。得到传承的还有摄像头凸起以及包裹摄像头的金属圈，因为把蓝宝石保护玻璃做大，不但成本高，还容易碎，得不偿失，所以仓库里的金属圈和蓝宝石保护镜片还能继续消耗一段时间。相机模组用了一块厚实的铝合金板材抬高，四周是纳米注塑，所以平放桌面17 Pro Max 会比16 Pro Max 更加平稳，但2台手机都有点晃，这让思姐想起了当年诺基亚 N8， 摄像头那里也突出了一块阳极氧化铝金属板。其实思姐想要提醒一句，裸奔朋友要注意了，用久了这个位置可能会磨花。师姐，你看我全款买的2TB 帝王版新宇程 iPhone 17 Pro Max 帅不帅？我 iPhone 16 Pro Max 用的是钛合金。iPhone 17 Pro Max 性能提升很多，还有 VCG 热板和12G 内存哦。我 iPhone 16 Pro Max 用的是钛合金。你这个喜仔能不能不提钛合金啊？我 iPhone 16 Pro Max 用的是尊贵的钛合金。没错，钛和高强度不锈钢加工成本更高，但也更能彰显旗舰身份。不过思姐觉得用铝合金也不是什么坏事，它导热比钛好，摸上去更有金属的感觉。它比不锈钢轻，高端铝合金的强度也不差，是做手机机身的理想材料。手感方面 ，iPhone 17 Pro Max 的尺寸比16 Pro Max 大了一点，也厚了一点，机身重量来到231克，比较沉重。
看来是其他地方塞了更多东西，使用铝合金也没瘦下来。而且摄像头那边更重了 ，iPhone 17 Pro Max 出现了少许头重脚轻的情况。不过 iPhone 17 Pro Max 的边框做了更圆润的塑形，终于不怎么割手了，手感反而比 iPhone 16 Pro Max 更舒适。那么满分5分，你会给 iPhone 17 Pro Max 这台手机的外观几分呢？屏幕这边 ，iPhone 17 Pro Max 依然使用6.9英寸直屏，边宽很窄，屏幕挖孔的位置和开孔大小没有变化。让人感到惊喜的是，17 Pro Max 的屏幕做了不少改进，表面增加了抗反射涂层，降低反光，屏幕亮度也得到了升级。官方标称峰值亮度来到3000尼特，思捷测的全屏白底激发亮度来到1094尼特，跟 iPhone 16 Pro Max 差不多。可能只有在看 HDR 电影的时候才能蹦出这个极限亮度吧。另外，苹果终于给了内 DC 调光的开关，对频闪敏感的朋友记得打开。综合来讲 ，iPhone 17 Pro Max 屏幕很听劝，显示素质已经到顶了。接着提高峰值亮度，增加抗反射涂层，对观感有一打眼的提升。增强护眼也符合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已经是比较全面无短板了。但思捷要提醒一下，屏幕玻璃耐刮不代表玻璃表面涂层耐刮，裸奔使用要注意安全。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手就马上贴膜，但抗反射涂层就不起效果了。大家都很关心 iPhone 17 Pro Max 塞入 VC 均热板之后性能有多少提升，思捷直接说答案，提升很大。iPhone 17 Pro Max 使用 A19 Pro 处理器，台积电3纳米工艺 ，CPU 依然是2大核心4小核，大核最高频率来到了 4.2G， 加大了 CPU 的3G 缓存。GPU 依然是满血6核，不过新增神经加速器。先看室温的理论跑分 ，Geekbench 6单核3800，比隔壁阵营强了1代的水平，多核接近10000，提升12%左右。GPU 的跑分5532，提升幅度居然有25%，一下子来到顶级的水平，挤爆牙膏，有当年 iPhone 6S 的感觉。为了节省空间，苹果依然使用双层主板设计，主板面积缩小10%，散热压力更大。好在苹果终于用上了安卓手机早已普及了的 VC 均热板。为了配合 VC 均热板散热 ，iPhone 17 Pro Max 采用了铝合金机身的设计，更有利于把热量接力传导到机身表面。Well Left Extreme 压力测试 ，iPhone 16 Pro Max 居然更稳，不过17 Pro Max 下降更平缓，实际更不容易因为过热触发降频。30分钟最高画质的原神 ，iPhone 17 Pro Max 稳如直线。重点是机身温度只有36度，比市面大多数旗舰手机都低一截，太舒服了。两台手机都是主板位置最热 ，iPhone 17 Pro Max 的最高温度低了5度，而且 A19 Pro 处理器能效更高，功耗低了约0.5瓦。星穹铁道高压力跑图，两台手机都不容易降频掉帧，机身温度和原神类似，热量更均摊。思捷再补充一下这两台手机玩游戏的主观感受。iPhone 16 Pro Max 热得快，屏幕左下角有个热点，刚好是摇杆附近，主板半边机身比较热，小拇指稍微有点难受。iPhone 17 Pro Max 它热得均匀，大面积的温热，充电口那边也有温热感，因为是铝合金导热太好。左边接触边框的位置有点热。综合来讲 ，iPhone 17 Pro Max 加入了 VC 均热板之后，除了峰值性能更好之外，持续性能也追上安卓手机。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在原神里面选择开启120帧，获得更丝滑的画面。苹果一直很抗拒给手机加入 VC 均热板，认为过热的根源是处理器的能效还不够高，宁愿花大价钱找台积电用上最新的工艺，也不愿意塞成本只有10几块的 VC 均热板。但后来这条路不好走。一是从 A17 Pro 到 A19 Pro， 3代处理器都卡在3纳米，迟迟未能突破，靠架构优化能效和性能难度越来越高。二是手机处理器本来就要应对突发高负载的场景，也为了跑分好看，瞬时功耗能干到10几瓦很正常，没有 VC 均热板镇压也不太合适，所以 VC 均热板可能不够优雅。也不是终极解决办法，但它是目前的最优解，活在当下用就对了。被吐槽几年，苹果也不得不跟随主流阵营。
iPhone 17 Pro Max 运行内存升级到了12GB， 比上代 iPhone 16 Pro Max 多了4GB。iOS 对内存的利用也还不错，其实8GB 就够用了。不过论占位来 ，iPhone 17 Pro Max 明显更有当钉子户的资格。电池续航方面 ，iPhone 17 Pro Max 电池容量加到4823毫安时，提升幅度不算大，总得留点升级空间吧。今年把牙膏挤爆，还把电池做大，明年怎么升级啊？对比重量接近的安卓手机 ，iPhone 17 Pro Max 的电池容量还是偏小，这可能是 iPhone 的电池能量密度小。机身要塞 MagSafe 的磁铁以及更大的振动马达导致续航测试结果如下：一天一充没压力，新款芯片立功啦！除了 iPhone 17L， 苹果手机的扬声器几乎不会开倒车，外放音质不错。我们来听听新老两款 Pro Max 的音质怎么样。说完硬件，思姐再聊聊出厂搭载的 iOS 26有什么比较重大的升级点吧。首先是 UI 界面全面变成 Liquid Glass 设计，有部分界面图标、按键、画面变成水滴玻璃透视的效果。新 OS 的效果确实炫酷，缺点是不如以前的扁平化、半透明毛玻璃效果那么直观易读。其他小改进或新功能也有不少，底部的小白条终于支持自动隐藏了，相册界面换新，照片支持立体效果，设置成立体桌面也不错。电池设置支持自适应电量模式，打开后能根据使用状态优化调度，提升续航。充电的时候能看到剩余时间，比较贴心。闹钟支持自定义稍后提醒的时间，不再是固定的9分钟，最短1分钟，最长15分钟。闹钟响起的界面更容易盲操作。系统支持全局左侧滑动返回。思姐觉得 iOS 26不像以前那么霸道，给了用户更多的选择，也开始人性化起来，方向是对的。对，我要是长镜头的，还有一个长镜头没更新啊！相机方面 ，iPhone 17 Pro Max 的3颗摄像头终于统一用上了高像素传感器，主摄和超广角的硬件没什么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长焦，并且从5倍长焦换到4倍长焦，拍摄有更大的灵活性。成像方面 ，iPhone 的算法很规矩，跟国产手机比很寡淡。放大看 AI 痕迹少，成像质量在中上水平，包括夜景表现、拍照性能很够用了，但跟上代 iPhone 16 Pro Max 比差距不大，优势还是拍摄体验，连拍快、成像快，体验流畅。另外支持直出2400万像素的高像素照片，挺好用的，拍照速度和成像质量没任何副作用，单纯像素变高，细节变多。但 iPhone 17 Pro Max 的起售价高达9999元，我们应该敦促苹果继续堆料，毕竟隔壁阵营6000元能用上1英寸主摄，还是挺香的。超广角这边镜头素质还是不错的，边角位置依然清晰。iPhone 17 Pro Max 调整了超广角的夜景曝光策略，给到更慢的快门时间，画面更亮且细节更多。前腕长焦也还行。焦外观斑是圆的，这点不错。就是最近对焦距离很远，拍微距基本靠主摄裁接，然后主摄最近对焦距离也一般，最后切换成超广角裁接。跟自家的手机比，4倍长焦比 iPhone 16 Pro Max 的5倍更实用。得益于大底高像素，即使数码裁切，17 Pro Max 长焦的解析力也好于原来的5倍。苹果在长焦镜头虽然有不少进步，但现在安卓旗舰的长焦都已经进化成怪物级别，2亿像素、大底大光圈、微距拍摄全都有。苹果的硬件还是保守了。不过 iPhone 也有自己软件上独特的优势，比如调色盘微调摄像风格。iPhone 17 Pro Max 新增了珠光色彩模式，一改以往蜡黄的肤色表现，致敬佳能的粉嫩。录像方面，苹果依然强悍。
iPhone 17 Pro Max 的3颗摄像头都支持录制 4K 120P 的视频，光线良好的时候细节丰富，画质很不错，防抖也跟手。搭配外接硬盘 ，iPhone 17 Pro Max 甚至支持录制 4K 120P 的 ProRes 视频，以及 4K 60帧的 ProRes RAW。调色就像 RAW 照片一样随心所欲，保留比10比特 RAW 视频还要大的后期空间。什么能录RAW视频？2万块钱的微单都不一定有的功能，苹果竟然把它塞到了手机里，而且还只卖1万块！买！但 ProRes RAW 视频码率很高，有点夸张，普通用户可能承受不起，专业对视频感兴趣的用户觉得很赞。而前置摄像头也有更新换代，换上新款 Center Stage 前置摄像头，好处是自拍或录像，无论使用横屏还是竖屏格式，都不用调整手机方向。前置摄像头录制视频的动态范围、色彩等也是比较领先的。跟以前的 iPhone 一样，拍照中上，视频强悍，是 iPhone 17 Pro Max 的相机表现。iPhone 更多是通过软件优化弥补硬件偷懒，倒也能满足大多数人的使用需求。今年 iPhone 17 Pro Max 的销量不会差，它给到全新的外观设计，也给到了 VC 均热版，内存加大到12GB， 就凭这3点就能让很多正在使用旧款 iPhone 的用户跃跃欲试。屏幕拥有更好的抗反射能力和亮度，对日常使用体验也有不少的加成。拍照方面升级点不多，就是升级了长焦镜头，优势还是视频录制，只不过增强的地方是普通用户不太用到的专业视频方向。对比安卓阵营的手机，9999元的起售价还是有点贵，2TB 的容量价格甚至来到17999元，性价比依然不高。如果你想体验 iOS， 不如来看看性价比高很多的标准版。如果你是预算到位的老苹果用户，那么 iPhone 17 Pro Max 依然是一台升级点足够多，也很听劝的 iPhone， 这台可以直接冲。好了，本期 iPhone 17 Pro Max 测评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区留言讨论。北维斯姐在线求点赞、求关注、求转发，谢谢各位绅士能看到最后，我们下期再见。